名扬国际、智慧深渊的第14世达赖喇嘛，当年因为护法只是神谕的一句话，走，今晚马上走。当时达赖喇嘛虽有万般不舍，依然义无反顾地离开西藏这块神圣的雪域之乡，出走西方。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西藏人民除了把佛法融入生命的血脉之外，护法则相当于日常生活上的舵手，两者皆不可缺。一般人们对藏传佛教的印象，往往只是停留在一个个披着神秘面纱的转世活佛，或穿着赤褐色袈裟的喇嘛身上。殊不知，在藏传佛教里，还有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的护法。护法虽非藏传佛教专有的护法神，但对西藏人而言，他的地位十分崇高。上至高官显要和大成就者，下至庶民农夫，都非常专注于护法的修持。西藏人信赖护法，生活里的大小事项，总会依循护法的指示去完成。他们崇信护法的力量，可以辅助他们在修行上的进度，所以衷心的归止于他们。护法的梵文为 Dharmapala。Dharma 即是佛法， Pala 则为保护之意，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即为护法的意思。护法简单来说，可被解释为保护之神，即是一种专门被指示为协助高僧们护持佛法的神灵。护法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佛法得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传承下去。其实，如果深入了解，不难发现护法在当今扰攘繁杂的社会里，除了护卫佛法的传承之外，在非常情况之下，他也必须涉及俗世的任务。例如，第5世达赖喇嘛在1964年开创了一个先例，即把护法当作国家要事的主要咨询媒介。每当遇到国家重大危急事件的时候，必定通过神谕向护法请示，寻求意见。护法源流。纵观西藏护法体系，它相当的错综复杂。如果真要详尽的探究西藏护法的历史源流，非得花费一番功夫不可。所以今天会从简的聊一聊西藏的护法源流。当今被推举出的4大主要护法体系。第一种是源自印度本教的古老神灵。第二种是大慈大悲佛菩萨的化身。第三种源自本教的神灵。他们被佛陀降服后，手持着誓约护卫佛法，为了确保佛法的传承而舍身逗留凡间，以护法身份出现。最后一种则是取自中国内陆和蒙古民间的神明流派。印度本教的古老神灵。我们从护法的历史源流可以看出，在佛法正式流入西藏区域之前，印度和西藏在宗教领域上直接或间接的已经有了很密切的交流，而且双方还互相影响。尤其有许多藏传护法乃源自于古老的印度神灵，例如著名的印度创造之神大梵天便是很好的例子。佛菩萨的化身。在众多护法当中，备受残人爱戴的护法，要数由大慈大悲的佛菩萨化身而呈现的护法。他们拥有一种觉悟的护法特性，为了顺应世俗人间的需求，常常选择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不同的化身呈现于世。比如说，西藏人特别熟悉的大黑天护法，曾经以各种不同形体出现在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和噶举派。据说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化身。保守估计，大黑天护法拥有72至75种性象化身，他的其中多个化身属于出世间护法和本尊神系。这种伟大的显现，足以体现了他的菩萨心肠。本教的神灵。来自西藏内地的本教神灵，多在大约公元8世纪时被从印度过来的佛教大成就者莲花生大士调伏后，向佛陀发出誓言，生生世世必追随着佛祖的教诲，愿意成为西藏佛教的守护神灵。这些本教神灵是经过一场正邪圣战被击败后，从中启发了他们内心潜在的佛性，驯服地皈依了佛教。中国内陆和蒙古民间的神明流派。西藏人民除了与印度各教派有着密切的直接联系之外，他们也以开明的心态接触外来的护法，如来自中国、内蒙古、霍波斯等等不同的国家。这些外来护法包括著名的伊朗世间护法白哈尔，都是西藏人极敬仰的外来护法之一。
出世间与入世间护法。藏传佛教的护法可分为入世间护法和出世间护法。所谓的入世间护法，是指未证得正道果位的神灵，他们仍然在六道轮回之中，像普罗大众那样承受着业力的负数，但却持守着誓约，护卫佛法。有鉴于此，我们不可以将入世间护法当作我们的皈依处或领导老师，只能把他们当作辅助我们在精深修习佛法路上的助手。所谓的出世间护法，是证得悟果的觉悟者。这些护法拥有强烈维护佛法的使命感，于是化身为护法神灵，协助在世间的高僧、喇嘛或仁波切弘扬佛法，以让有志持修佛法的人可以安心修习。出世间护法是一个觉悟者，因此我们可将他视为皈依处或心灵庇护者。为了应付众生的各种需求，他们亦会化身在特殊时间、地点和人物，以利益众生。在藏传佛教里，许多护法皆以愤怒相出现，例如金甲夷护法、大黑天护法和狮面空行母等。愤怒并不意味着它是狰狞或恐怖的，而是象征着佛法的力量可以战胜众生的愚昧无知，引领众生走向觉醒的路上。护法愤怒相的另外一层含义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慈悲表现，象征着佛陀的慈悲和善巧的智慧，可以将对众生造成毁灭的恶性力量转化为一种通往菩提道的善力，引导误入歧途的众生走向正道。当护法在表现愤怒和憎恨时，完全没有伤害众生的意图，他只是要阻遏、干扰众生的邪灵，让人们的生活过得平稳充实。因此，我们可以将护法与邪灵之战视为众生智慧与愚昧之间交锋的一场心灵战争。战胜的众生可永远从世间烦恼解脱出来，得到心灵的安静。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护法可以将由内而发的慈悲心转变为愤怒的外向，普度有情众生，给予每位众生一个平等的持修佛法的机会。最后，愿将这个视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愿一切母亲众生离苦得乐。